我的答案是，就当我们从来都没有认识过。这个答案，它没有出现在我给你的选择范围里。今天，你必须给我答案，否则我不会走的。你不走，我就叫保安了。叫吧。何必呢，兄弟？你还是走吧。我不走。看着你也是衣冠楚楚，一个文化人，怎么就不明白一些道理呢？这不是道理不道理的事儿。我呢，前脚出了你这屋，后脚我还得去找他。你这不是为难我吗？为了你，我们大中午连中午饭都没吃呢。回头我请你吃饭。哼，谢谢您了。我劝您，还是赶紧走吧。你快别骚扰人家那姑娘了。哎，我再说一遍啊，我可没有骚扰她。那您在这是为了什么呢？因为爱情。爱情？人可真够多的。现在还有3个人，办事效率太低。你看看这么多人，拿热天的搁这等，这一个一个都排着呢。我说你下午还得排大队，都排得紧。这反应。今天还得辛苦你啊。没事儿。也不知道要排到什么时候，说不好。这些够吗？好，下单吧。二位有什么忌口的吗？没有。我这算救死扶伤吗？你这叫落井下石。你这是知恩不报。要不是我，你还关在保安室呢，说不定现在已经移送到公安机关了。那也行啊，我就在狱中面壁10年，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一条毒计。你等我出来之后，我就把你置于死地。我有这么坏吗？我也没那么狠。说正经的啊，我得向你道歉。关于100米的事儿，我之前真的是以为你跟廖望是沆瀣一气的。真的啊？那你想怎么个道歉法？认罚喽。喝什么酒？随你。服务员，拿酒单。这个，来瓶白的。好。哎，同志您好，我想办一个钢厂文化创业产业园，都需要提供什么资料？柜台上有表，自己领了填好，按照上面的要求准备资料。下一个。哎，别，你看这表我都领了，我是第一次办这种文化类型公司，这些表我真不知道怎么投。墙上有办证流程和指南，您自己看一下。不是，我的意思是，不好意思，排队的人很多，您还是先自己看一下吧。下一个同志。走吧，走。我早就跟你说过，
他们这儿的程序啊特别复杂。走吧。等，我就不信我今天办不下来。跟您说过了，您的公司名称没有被核准，必须重新选择新的公司名，一次可以备选5个。可是同志，我们为了核准公司名称已经跑了2次了，我们的确不知道怎么取名。那么麻烦您能帮我指导指导好吗？不好意思，我们不能参与公司名称的确定，这个必须你们自己来。可是我们已经连续2次都不符合需求了，并且每次的核准时间是需要1周的。那这样下去以后，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核准呢？您这种情况呢，我们天天都能碰到，我也没办法呀，这是程序问题。可是，哎，你等，我觉得是这样，你们应该搞一个服务平台，就帮助像我们这些不熟悉办事流程和相关规定的人提高办证速度。对呀，这样你们也会减少很多麻烦。谁不想呀？我们就这些人手，您看看这一大厅办事的人，我们成天从早忙到晚，连中午休息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哪有功夫提供咨询和服务？哎，我觉得你说的不对。你看，人家都跑2回了都没弄清楚，这样是不是也降低了你们的办事效率？你是不是更忙了？你更没有时间休息，对吧？我说的没错吧？等着吧，什么时候啊这些章程能简化点，大家就都能省点心了。来吧，下一位。对，我看呐，这也不赖人家，走吧。那你说怨谁？就赖你们。味道怎么样？吃完这顿饭，我们就2清了。敬你一杯，为了我们2清。什么意思呀？不喝啊？我觉得现在咱俩这算不清。你清没清我不管，我是清了，喝完再清。这也差不多。说吧，你想怎么清？我现在正式的邀请你加入我的大洋集团。谢谢，不去。为什么呀？你给我个理由。我不想刚出狼窝又进虎穴。什么意思啊？不懂。喝了这杯酒，我就告诉你。好。好。我辞了瀚海，是因为瞭望的个人目的触碰到了我的底线。我不去你们大洋，也是因为你的个人目的同样触碰到了我的底线。我有什么个人目的啊？你在办事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哎，对，我再喝一杯。我就是好奇，给我个理由。理由很简单，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李主任，今天来是什么事儿啊？也没别的什么事儿，就来办一个相关的手续。
手续？什么手续？是这样，在钢厂关停之后啊，成立了一个钢厂文化创业产业园，从那之后一直在办理相关的手续和许可证，2个月了，没有任何的消息和进展。我估计照这个速度下去，没有半年是办不下来了。李主任说的问题的确存在。目前规定，类似的手续涉及到经营范围需要前置审批，审批下不来，营业执照就不能发。关键是现在这个流程是太复杂了，而且还没有一个咨询平台。李主任，我们有我们的难处。18大以来，中央和省委多次提出简政放权，工商局的行政审批窗口也搬到这个服务大厅之后，办事效率大大提升。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就是这个营业范围内的特殊行业的审批还在各局委办，不在工商局。只要他们不认可，这个证就不能发。所以只要你前置的审批许可全部下来，3天之内我就能给你发证。我跟你说这些，也是希望你能理解我的难处。我明白了。这样，那我就不打扰你了，我们回去再研究研究啊。好的，那我就不送你了。好，再见。好。一个公司申请要花半年时间，我觉得这不是咱们办事效率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行政管理能力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很重视。2年前我们就实行了办证一条龙，我们也叫一站式服务。但是实际上这情况的改变不是很明显。简政放权，简政放权，大家只看到的是简政，更难做的是放权。所以问题还是出现在我们身上。咱不管企业还是个人，人家要办一个事儿，少则要盖几十个公章，多则上百个。光是税费，就是10几种，手续复杂，流程繁琐，咱们有权利也不能这么任性吧？党中央、国务院一直提倡简政放权，看来我们在进行一次简政放权的改革行动了。所以一定要减少这些不必要的审批手续，把那些多余的章锁到抽屉里去，这样老百姓他创业才有积极性，企业才有积极性去创新，把这些阻挡创业创新的障碍通通一扫干净。我同意。接下来呢，我就张罗各部门的有关人员，组织专门的班子，详细的研究如何减少审批项目，尽快落实简政放权。好，简政放权。你们大家先看一看，摆在你们面前的是钢厂文化创意园在办理营业执照过程当中所提供的资料。大家可以数一数，这上面有23个公章。面对着这个数字，我想听听你们的感受确实是触目惊心啊！繁琐的行政审批流程被越来越多的人诟病。要想终结行政审批的种种乱象，我认为必须要与时俱进，利用大数据平台。好主意，把政务数据共享，将审批权与监管权分离，把各类审批的事项与审批人员统一划归到行政服务中心，统一监管，统一审批。说得好，我们要建立一个信息互通共享的智能平台，通过这样的一个智慧政务，将政府、企业、社区街道甚至物业公司整合在一起，打通政府服务管理最后1公里。关于这样的一个想法，你们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市长想法很好啊，简化行政审批的流程。这个问题早在几年以前就提上日程了，但是这个需要所有的委办局的协助
和配合，所以呢无疾而终。今天看到金市长下定决心做这个事情，我举双手赞成。社长，你现在过去了，挨骂的人是我呀。哎，莎莎，莎莎，这么着，咱俩先去我办公室，咱们先聊会儿，好不好？行。没看我拿了这么多东西啊，给我开门。哎，莎莎，哎，莎莎。这次是我没拦住。以后杜小姐来，任何人都不许拦，直接进来。好好好。嘿嘿，还真是啊，莎莎，咱俩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最近过得怎么样？哟，我这一下午好多事儿，我就不陪你们聊了啊。那个完事儿了，莎莎，你要愿意的话，到我那儿去坐坐去。出去，把门带上。啊。不好意思啊，前几天是我不好，我真的不知道你不能喝酒。所以，这算是道歉吗？算是吧。那你现在怎么样？好点了吗？特别不好，还上了趟医院。不至于吧？医生说，很不幸，留下了后遗症。这喝酒还能喝得出后遗症啊？这种病啊，患病的概率很低的。结果呢，让我给赶上了。那你现在是什么感觉？很简单。无法独立工作。那看来你真是病得不轻啊！吃药了吗？绝症，无药可治。不过民间倒是有偏方说，要是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每天都陪在我身边，鼓励我、支持我，兴许，哎，这病它就好了。魏总，你必须答应我2个条件。你提。第一，你不能利用工作方便对我眉来眼去、谈情说爱。发微信也不行吗？下班。
好，那第二呢？第二，我不干法务，不过我可以帮您找人来应聘。你为什么不干法务啊？我不喜欢。以前考大学是家里人给我安排，毕业以后也只能干相关的工作。我从小在港区长大，每天面对着港口，我最想干的工作跟港口有关。咱俩又想到一块儿去了。我现在深水港的项目马上就要启动了，实际上在那儿我需要大量的人才。你看，当时你跟我谈判的时候，态度明确，逻辑清晰，而且看看你的形象、性格、气质各方面，当时我觉得你最适合做的就是市场部的工作。可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一块，你就不怕我做不来吗？哎，这个你不用担心，我手把手教你。你少来，你说的我也未必会听。那这样，我把老韩给调回来，老韩是我的副总，干港口干了几十年，我让他做你的师傅。一言为定。一言为定。那我明天来上班。求之不得。我先走了。这个你帮我转交给魏子玲，她之前送了我一束花，这个就当回报了。完了，你说这干嘛呀？他说那束花是他送的，不是吗？魏子莲，他不在。葛总啊，您这次来渤海，合同到现在也没签，就一猛地扎进南山湖调研，而且整个团队都是自掏腰包，我们都很过意不去呀。要不说，葛总的格局大了，要是其他公司早都跑了。少给我戴高帽子，邢副市长，说说你的想法。我这次来看您呢，是受市委市政府委托，以水务局的名义，跟您草签一份框架合作合同。是委托服务，还是顾问咨询？听您的。这事儿我听曾书记的，曾书记说怎么着，我就怎么着。好。曾书记还说，您上次提出来那3个标准呢，非常好。我们这次支乌呢，就按照这个标准来。标准嘛好提，可是这费用怎么解决？葛总，如果按照您的这个规划，您帮我核算核算，这块的费用总额是多少？我粗粗的算过一下，至少呢得这个数，5000万。5000万哪够啊？至少得5个亿。不对，50个亿。对，50个亿。他说可以分3次付，但是3年之内您得拍出这50个亿，污染治理和循环经济产业园才能做出个样子来。这葛总啊还说，别看50个亿，可根本没挣钱。葛老他是想啊，把这个规划实施，成为他的收官之作。我自己呢也算了一下，如果想还渤海一个海业和清，同时循环经济进行，还真得花这么钱。人家一点儿没多算。可现在我真拿不出这些钱来。我知道，咱们现在资金紧张。现在葛总的治污工程公司接的第一个大单子，就是卢潮河和南山湖的清淤工程，市府是主要的出资方。到目前，1分钱没给人家，都是记账。是啊，光记账不给钱，这也够难为人家的。是啊。哎，不过我听说这个治污公司一启动，有好多企业都有投资意向。是这样。您曾书记这次治污的动作这么大，力度也这么大，大家都闻到味儿了。就是。你也闻到味儿了？我不光是闻到味儿了，我看见肉了。我去卢潮河看了一下啊，
这置屋项目一启动，无论是规模、投资，还是速度，前所未有。这曾燕来从北京请了一个置屋高人，姓葛，这老头有两把刷子。他提出了全市水系治理的总体规划，并且提出了比国家标准还高的地方标准，曾燕来大力支持。两个人还要搞一个循环经济产业园，多开销。曾燕来就是这样的人，要不就不做，要做就做到底。不过，这置屋公司虽然说拿着政府大单子，而且全市的水系置屋前景非常看好，可是政府一直在挂账，置屋公司并没有现金到账。所以我对这个循环经济产业园的前景，我不是很看好。就算是本市企业投一些资金进来，可相比于整个置屋的大预算来说，还是这个。算上循环经济产业园加一块儿，能有5个亿就不错了，资金缺口太大。好吧，你等我再想想。这件事情压力的确很大，一个萝卜一个坑，这置屋的坑总是要填的。总书记，那我先走了。置屋这个坑一定要填呐。这些困难是暂时的，这事儿啊，还是有的做。海老，咱怎么做呀？你得容我想一想，就这2天吧，啊，咱们再合计合计。你等我电话啊。来了。哎，付钱了？不用花钱了。热死我了！庄林姐没在家？出去拍照片去了。现在人家是自由摄影师，还得给这个网站提供照片。啊，这一天在我忙的比我还忙。那就是个闲不住的人。哎，你别晃悠，你赶紧坐这儿，我跟你聊点事儿。是这样，环境综合治理平台的事儿。我让秦副市长呢，跟葛总先碰个头，先聊聊价。你猜这葛总给我开了多少钱？多少？50个亿。他疯了吧？这事儿我今儿琢磨了一天，我都没琢磨明白。你说他这是什么意思呢？狮子大开口，把渤海当成傻大款。他也不是这样的人呀。所以我琢磨不明白嘛。这渤海，咱根本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来。这一早老爷子就知道。这太奇怪了。他知道渤海没有钱，还搭着时间和精力帮渤海出谋划策，反过来开一个这么高的价，那他干嘛来呀？但我刚才啊，我换了一个角度想了一下。这个葛总是一个一贯特立独行的人，所以咱们不能按正常的逻辑思维去考虑他。所以我得给你个任务。你不是最近跟他走动的比较亲，也比较熟吗？你去找他聊聊去。你帮我套他的话，咱得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假使说咱真有这50个亿给他，那你也得跟我说清楚这50个亿到底是怎么花呀？这事儿你得问清楚了，明白吗？行。哎，那你干嘛不直接跟他谈呀？我不能跟他谈，我一跟他谈，现在就成了一个官方谈判了。你再者说了，这个时候我出击，显得咱这市委书记有点沉不住气，我得稳着点儿。行，我好好跟他聊聊。
哎，庄小姐回来了。哎，大家吃完饭再走啊。行啊，有什么好吃的？去，你吃什么吃？你赶紧办正事儿去。没那么急吧？吃完饭再说呗。说什么说？这火都上翻了，急的我赶紧走。你自个儿啊，找个面馆吃碗面就得了啊。怎么饭都不让人吃一口啊？他有任务。什么任务？蒋干盗书。谁是蒋干？盗什么书啊？白头，如果真没有这50亿的话，您是不是就要撤呀？我还继续给你们做顾问呢。你跟曾书记说，那50亿的资金什么时候到位，我什么时候回来。别！曾书记跟省里已经下了军令状了，说在他的任期内一定要把南山湖治理好。如果完不成，论罪当斩呀！没事儿，20年以后啊，又是一条好汉。哎呦，我的葛老爷子，我知道您那儿一定有妙招，您就别藏着了，锦囊妙计拿出来吧。说拿出来就拿出来，那锦囊妙计还值钱吗？那您说怎么着？哎，要不然我给您微信红包转账。好吗？看在你小子跟我这么长时间的份上，我给你露个底儿。哎，您说。其实啊，如果按照常规的做法呀，3年的时间治理出有模有样来，确实是需要50亿的资金。但是呢，如果按照我的方法，15亿都不用，不，连5亿都不用，做好了还能长期赚钱。厉害呀，我的老爷子！您快教教我吧。你等一下，我拿个材料给你看看。哎，来，你看看这个，73页，你念一下。治污是个产业链，有上游的咨询公司、规划公司、设计院，中游的工程总包公司、核心技术公司，下游有运营公司、耗材生产公司。资金提供公司，为什么要有资金提供公司？因为投资太大，而要买单的政府钱总是有限的，因为政府要把有限的资金投在能迅速带回回报的地方，投在治污上不能迅速见到回报，所以要有公司提供资金。那您的公司是在哪个环节上？一般的公司来说呢，能够覆盖30%的产业链已经相当不错了。我的公司呢，是有核心技术的公司，可以覆盖全产业链，也包括资金提供公司吗？我有个学生呢，是在中字头的上市公司做董事长兼总经理，他是专门管治污资金这一块的。那么全国来说，污水处理市场有多大呀？根据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的预测，“13、5”期间，咱们国家光是污水治理这一块的投入就达到1.4万亿。怎么样？咱们渤海想不想分一块啊？您的意思是，把整个治污产业链全部搬到渤海来？孺子可教也。可教，非常可教。海老啊，我这2天是如坐针毡呢，您赶紧跟我说说怎么设计。不要再纠结什么矿山、什么补偿款，把我们这些年攒下来的家底儿拿出1半，不，拿出2/3来，投入这家治污工程公司里去。这也太多了吧，咱见不着现金回报啊。我们现在要现金。
奉献的献，现金。他曾远来是书记，要出政绩的，出政绩就要有资金，只要他收了，早晚会有回报的。那您要的回报是什么呀？和平共处。南山湖治污，曾远来在凤山书记面前立下了军令状，他一定会全力以赴，去搏自己的政治前程。他在赌。我是觉得，咱们苦心经营这么多年，一下投进去2/3，这会不会有点……那我就给你举个例子。1992年，索罗斯大战英格兰央行。当时，他手下的一个经理米勒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建议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当他跟索罗斯说起这件事，索罗斯说什么，你知道吗？太荒唐了！这么好的机会，我们不是把所有的钱投进去，而是把所有能搞到的钱投进去。啊，然后呢？然后他们总共投了100亿美金，赚得盆满钵满。所以好多事情，重要的是不是你对还是错，而是你在正确的时候赚了多少钱，错误的时候你赔了多少钱。我们开放渤海市的环保市场，遵循国家标准，所有的相关项目一定要公开招标，搭建平台，政府提供一个治污产业孵化基地，把拥有最先进治污技术的企业放进来，同时再引进治污产业链上下游的其他公司，免费入驻，但是要求他们一定要在渤海注册，把税收放在这儿。我就想说一点啊，这个人家在你这个招标过程之中，如果是有意落户渤海的，我觉得这得在竞标中给点照顾。你怎么着？按照你那评分标准，应该加个3分，2分，3分吧，3分，加3分。还有，这个外地企业想来我们支付平台赚钱的，我们欢迎，但我有个要求，一定也要让他们落户渤海，这将来他们的人才、技术、核心竞争力，他们就带不走。我这么说不算违反规定吧？说得过去，太说得过去。你看看，葛总的意思是啊，咨询公司、设计单位和监理单位向国内外公开招标，要最先进的治污技术和设计。但是这个建设和施工要适当的照顾本地企业，把施工留给本地企业。你说这个，我想起来了，采购，这是个大问题。但凡我们渤海当地有的，一定要在当地采购，这样的做法，我们就可以带动周边的产业集群。我觉得行。咱们这个治污平台啊，以前呢是各单位来你这儿赚钱，赚完钱人家就走。我们这么做，就是把他们绑定，把他们绑在渤海，把根儿给我扎在渤海。他们根儿一扎来了，就可以带动我们的地方经济，而且税收还得在我这儿。出了责任，你得给我负责。我今天这湖也好，明天那河也好，我出了事儿了，你得给我治啊！只有这么做，咱们才能真正达到长治久安。对，就应该这样，让他们负责到底。但同时呢，我们还要准备准入制度和退出制度、运营制度。一旦出了错，内部还要有惩罚机制。干砸了，对不起，您就得出去。我们会招一家更好的进来。这样就会不断的优化升级我们自己的产业集群。没错，没错。我发现现在是2点，我们要注意。第一，我们可以用葛总公司的优势，搭建一家国内的首个综合治理平台。第二，得花钱。我们要不惜重金从国外引进最先进的治污技术，
有了这2个点，我们才可以把这个产业的规模做大。等产业规模做大了，置屋的单价就可以降低，性价比就可以提高。好，你将来不管哪个城市，你要置屋，你就得来到我的渤海，跟我的渤海的企业谈生意。完美。咱们这些年攒下这点家底儿不容易，您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孤注一掷了？廖王，你说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安全。对呀，如果连安全都没有，我们要这么多现金有什么用？这么多年，这些钱怎么赚的，你心里很清楚吧？这些年全是靠您把北方集团的矿转到了我们手上。其实说白了，我就是给您管账看大门的。错，这些钱里有你的苦心经营，所以每1块钱都少不了你一份。但是我为了这些做了些什么事情，你也知道，也参与了，所以一旦因为这些钱被判了刑，也有你一份。曾远来下注的局，